去年我们有聊过一个品牌叫做 Kento 啊，当时分享的应该也是他家第一款成品人偶电锯惊魂，优秀的设计，还有丰富的配件，很高的性价比呢，其实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。乐子之小，请大家各位老铁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玩法奇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来自于 Kento 的新产品啊，同样是造型配件丰富的宫崎骏。外盒部分这次的纸箱，我觉得要照比之前那款啊有所提升，厚度和质感方面都更强了。设计上呢，其实比较简单啊，整体采用了一种比较治愈的这种绿色，配合了类似于木纹的效果。这种颜色呢，作为一个玩具的包装还是比较少见的。前方呢有标志性的眼镜以及动画形象啊，包括线稿的一些造型，偏简约的那种方式啊。能看到里面很深啊，很多细小的配件拿出来。两个人偶以外呢，还有一套这应该是木质的工作台，包括各式小配件啊，实木的地台支架。我聊售价不多啊，但这款产品我觉得有必要去提及一下，它的预定价格好像是1400块啊，不到1500块。在当下这种单个人偶可能得要破1600甚至2000的时代啊，这个价位很少见。当然，在全部打开之后啊，我们还是先看人偶主体这个部分啊，两个形象。服装啊和头雕部分做出了明显的不同。造型上呢，一个呢是偏向于工作状态，常服啊或者说工作装，带着这个围裙啊，穿拖鞋，也是我个人印象中最熟悉的一个造型啊，时刻保持着那种比较充沛的一个工作状态。另一个呢，就是黑西装礼服造型，亮丽一点的这个皮鞋呀，喜笑颜开的这个领奖时候的，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形象啊。关于这个人物，肯定是深入人心的。服装部分的表现，像它这个西服也好，或者工装也好，其实里外都是2到3层，但是不会有那种很明显的不贴身啊或者臃肿的感觉，这个维持的都不错。西服部分造型也是比较笔挺，皮鞋和领口部分能看到是比较亮丽一点的这种。内部衬衫有这种打褶的设计，上方呢黑领结，肩部填充也 OK 啊，就是拿出来之后，这个西服不需要再去做太多的打理，抻一抻这个衣角裤脚，利落一点就行。常服下或者这个工装下，我觉得看点实际会更多一些。外侧的这个围裙还不错啊，略带一点点那种使用痕迹，而且够薄啊，还是它这足够轻薄嘛。前方这个大的这个口袋，边缘角落里也能看到很标志性的这个3个小熊。然后我最喜欢其实它脚这个部分啊，这里的拖鞋实际是单独的结构，因为内部这个袜子和这个脚面是采用真实包裹的这种形式，观感上来讲，写实的效果啊，真实感。那种袜子透出脚趾的那种感觉很明显。然后就是2颗头雕的表现啊，老人头相对的这个呈现，因为表面的这种皮肤褶皱啊、粗糙感觉，包括老年斑，更容易去营造一个偏写实的皮肤状态。像脖颈这个颈纹粗糙的褶皱也有所刻画。好地方呢，2颗头雕做出了很大的差异，表情上有明显的不同。工作状态下的会更加认真严肃，领奖状态下，这个西服状态下呢，就喜笑颜开的啊，呲开这个牙齿，面部的褶皱会更多一些，尤其这个眼角纹。牙齿的刻画我觉得蛮精细的啊，而且是符合本身人物那个牙齿的状态和排列的啊，它这个形其实不是完全齐的那种牙，近距离去观看，这个牙齿的体现会更加明显。眼睛部分没有用可动眼啊，但注视感还可以，就不会有那种失焦啊或者什么的。瞳孔部分啊，这个反光效果都有所刻画。外侧眼镜的话，实际采用了半截的一个设计啊，它是金属材质，但只给了半截，对应两鬓的孔洞插入，稳定性可以的。
拔掉眼镜的话，这两边的孔还是有点瞩目的啊，但是戴上之后的效果还不错。镜片的话也是有一定厚度和反射效果的。除了面部的这个皮肤处理以外，像它这个手型部分，肌肤也会对应做出老年人的这种质感，这里的纹理效果也会比较强啊，观感上蛮好的。除此以外呢，就是其他配件上很丰富的一系列搭配啊，先从大一点的开始看起吧。有一套这种木质的书桌或者工作台，基本就是由这3个大一点的部件组合，木质的材料。好玩的地方是它这个抽屉拉开之后可以提供一定小配件的收纳，架子呢是直接摆在台面上的，所以说日常摆放的时候注意保持稳定。然后围绕着这个桌子还有很多个小配件啊，咱们一点点拆，一点点看。小东西单独都做了分装，这个拆的时候小心啊，不要遗失了。收纳方面呢，有一个托盘，仿金属这种涂装，铅笔啊、橡皮啊一类的文具，还有呢钢笔，给出了有盖子和没盖子的2种设计，还有呢小的计时器。以及人物所佩戴的腕表，这个表的话，日常你也可以直接套在手腕上。和文具所对应的就是纸质的画稿，材质的话其实是比较硬挺的啊，像那种卡纸。印刷来讲，我个人觉得挺细致的。然后是像波一样的这个，应该是烟灰缸啊，当然也配有一根香烟。精度还有分色表现都不错的啊，前方还能看到短短一截这个烟灰，还有呢金属的台灯，分量比较足，也做了一段可调整的关节。罩子里面啊可以拧一个鱼漂灯，连接好当做一个小的点缀。还是要提示啊，平时这些小配件摆放啊收纳要注意，因为太过细小了，一定不要遗失了。然后是和西装这个颁奖礼服所搭配的配件啊，大一点的就是实木地台以及金属的支架，重量上和质感上、材质上都不错的。正前方呢可以自己去贴这个小的名牌啊，要自己操作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个小金人儿，这个会重一点啊，也是金属的材质，还原程度还有这个亮丽的效果，我觉得也完全 OK， 搭配在老人家手中能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画面。总结一下啊，综合来讲，这款产品无疑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玩具。没记错是不到1500的预定价格，但是双人偶，并且呢是完全不同的服装造型以及不同的头雕表情，从大到小涵盖了这种工作台啊、文具啊、画稿啊、颁奖时的不同的搭配。木料啊、金属啊、灯效，工作的这个造型下可以去营造很多拟真的环境。拍摄效果来讲也不错，因为它这个小配件实话实说，精细程度来讲还是不错的。画稿部分基本是涵盖了相关的知名作品，类似于分镜稿啊、线稿、手稿的效果。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小设计啊，比方说这个铅笔不同的颜色也有在两头都削开的这种造型。如果你是喜欢用这种模型呈现一个具有真实感的场景的话，这一套玩起来应该会很爽，占地的空间也比较大啊。两个人偶也可以通过换头做出不同的搭配，截然不同了。西装配常态造型会比较严肃啊，还蛮帅的，也可以在工作的状态下替换一个笑脸反正就怎样搭配都 OK。一定要挑点槽点的话，就是塑体支撑上稍微有那么一点不足，但是其实拿起来你看这个效果也还 OK 的啊。当然第一款是恐怖电影，第二款是这个现实中的知名人物，不知道第3款会取材什么样的角色啊。虽然说目前还无法预测，但还是做一点期待，继续做这种高性价比的玩具，不错的。然后呢，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